I have to remind myself that some birds aren't meant to be caged. Their feathers are just too bright. 上面电影里这段情节曾经感动过无数人。提到用实际行动验证这句话，耳熟能详的多是抛弃一切离开大陆的张大千，或是万里走单骑的倪匡先生。今天我们抛开名人光环，讲一个堪称开挂的普通人，他堪称中国最难被关注的人。为了追逐真理和自由，在20年间数次成功越狱。这个人就是徐宏慈。正如泰戈尔的《飞鸟集》中那句话，生如夏花之绚烂。他的一生既是传奇，也是时代的缩影。下面让我们一起穿越回那个年代，把他的故事娓娓道来。1933年，徐宏慈出生在上海一个买办家庭，具体月份虽然未知，但估计是春天，因为他整个青少年时期都是春天，每一步都踩在时代的鼓点上。1948年，他15岁时加入中共地下党，1951年成为中共华东局的工委统战部青年干部。1953年，他参加了新民民族主义青年团全国第2次代表大会，在会上受到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接见。1954年，21岁的徐宏慈进入上海第一医学院，他精通英语、德语、俄语，能查阅很多别人看不懂的资料文献，因此很快又成为医学院的高材生。可以说当时的他无论政治觉悟和专业素养都令同龄人望其项背。正常情况下，这样一个人的前途必定不可限量，毕竟智商在那里摆着呢。潜心于专业，可以成为令人敬仰的医学泰斗。政治嗅觉敏锐，则会成为权倾一方的要员。一切似乎都在向人生最美好的方向发展。时光慢慢步入1956年，命运似乎也有点嫉妒这个天之骄子，开始跟他开起了玩笑。1956年4月，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一篇文章，叫百家齐放，百家争鸣。大意是说，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，但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失误或问题，希望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向党和政府提出意见，帮助我们更好地治理国家。毛泽东也就此文章发表了意见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。尽管大起胆子，百家齐放，百家争鸣，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大鸣大放。这是引蛇出洞的阳谋吗？初衷也许并非如此。当时社会环境还是相对宽松的，毛泽东一开始可能真是想听听社会的心声，只是与此同时发生了一件事情，迅速改变了事件的走向。同年10月，匈牙利那边出事了。一战后，匈牙利一直是由匈牙利共产党领导，受苏联控制，滋生了诸多腐败案例和一言堂事件，令人民产生不满。起先是10月23号，学生开始抗议，之后呈迅速蔓延的趋势，并预备举办自由选举。作为共产主义阵营老大的苏联，得到匈牙利执政党的求救，于11月4日强势入侵匈牙利，以血腥的方式镇压了这场革命。这件事传到毛泽东耳朵里，他不由联想到一件事。1953年3月初，斯大林去世，赫鲁晓夫随即开始编诗，列举斯大林种种荒唐事，提倡打倒个人崇拜。中苏关系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变得越来越差。他开始后悔支持大鸣大放，觉得给知识分子太多言论自由不是好事。林彪也不是实际的补刀，看来知识越多越反动啊。毛泽东听后也觉得危机似乎已经到来，因为此时的中国可以说他就是党的化身，党就是他本人。打倒个人崇拜这种事一旦传入中国，不但对自己的形象会造成毁灭性打击，更会延伸到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。冥思苦想对策之际，他忽然灵机一动，大鸣大放里说话最多的不就是跟党同床异梦、蓄意反党的人吗？我之前鼓励他们勇敢言论，不正是起了引蛇出洞的作用吗？于是轰轰烈烈的反右就开始了。可悲的是，当时那些提意见的人哪里知道毛泽东的心路历程。其实一开始鼓励大鸣大放，徐宏慈所在的医学院反应者寥寥，毕竟都是些潜心学术的知识分子，谁有精力参与政治？
副院长一看指标没法完成，就开大会动员大家赶紧提意见，帮助政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，并要求次日要见成效。徐宏慈时年23岁，正值热血时期，身为党的重点栽培对象，也觉得义不容辞。徐和14名同学讨论了一晚，第二天整理出51条意见，写成大字报，张贴在学校公告栏里。其中包括对学校专业设置的意见，比如不能只开设俄语课，还应该开设英语、德语这些语言的课程。引进专家也不能只限于苏联，别国的专家也应该适当引进一些。这些意见里当然还有对中共的意见，比如党内民主不够，党代会总是报喜不报忧等等。有人气颇高的徐宏慈带头，学校里顿时兴起一波大字报的高潮。学生们的意见越提越大胆，终于引起了领导者的注意。于是1957年的6月6日成了徐宏慈生命中最漫长的一天，因为这天反右的批示刚刚下来，他的51条直接变成了向党进攻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证据。徐宏慈的人生就此开始转折。1957年8月2号，人民日报发表上海医学院3000同学声讨叛徒徐宏慈，将徐宏慈定义为反党右派分子、大叛徒。接踵而至就是开除党籍、开除公职。徐宏慈被这迎头一棒打懵了，直到此刻他还没搞清楚自己明明是一心为党，一心想着社会主义的美好明天。大鸣大放这件事，政府明明说得好好的，怎么可以一夜之间说变就变呢？政府的信用哪里去了？昨天我还是社会主义建设者，怎么今天突然就成了疯狂攻击社会主义的右派了？由此开始，他对自己曾经无比信任的党产生了深深的怀疑。他当时的状态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第一次经历了社会的毒打。信仰的崩塌对一个年轻人来说，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。回家后，他对女友小戴发牢骚，到底是我对还是毛泽东对？300年以后看分晓，中国待不下去我就去国外，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分国界的。在这里要说的是，当时出国的性质其实和叛国差不多，所以女友小戴害怕之下，一转身就把他举报了。他也由此从右派变成了极右和反革命。举报这种事，尤其是发生在亲属和爱人之间，往往代表着人世间最深的恶意和背叛。徐宏慈被举报后来不及伤心，迅速被送往位于安徽的上海白毛岭农场劳动教养。为什么既安徽又上海呢？因为这个农场地处安徽，但归当时的上海市管辖，里面关的多是从上海来的劳改犯。这时候，徐宏慈的母亲找到医学院的领导，致下一句振聋发聩的问话：请问领导，在国民党时期，我把儿子培养成共产党员，可是在共产党时期，你们却说他是右派，他居然退化了，这是谁的责任呢？老师和校长均无言以对。与其他沉沦于命运的人不同，徐宏慈不甘被命运的车轮碾碎，从进入劳改农场那天起，就没放弃争取自由的机会。刚开始，他不停给医学院领导写信，但无论怎么写，都如石沉大海。当年年底，思虑再三后的徐宏慈一咬牙，去你妈的，既然没人管，我就自己来决定命运。1958年12月14凌晨，徐宏慈跟同伴一起于白毛岭农场越狱，走了很长一段路，然后坐长途汽车回到上海，母子相见，抱头痛哭。母亲把他藏在家里的地窖里，第一次越狱确实没经验，这时候怎么能藏在家里呢？果然，随后来家里搜查的警察几乎没费什么力气，就把他从地窖里揪了出来，再次送回白毛岭农场。作为被抓回来的逃犯，徐宏慈这回的待遇就更差了，不但伙食再降一个档次，从事的劳动强度也增加了。于是他开始计划第二次越狱。当时看管条件远没有今天严格，劳改农场又没什么严重刑事犯，晚上是大家集体住在仓库里，有人上厕所，管教也要跟着起来开门，时间长了就有点懈怠。终于有一次门没锁好，徐宏慈悄悄跑了出来。这次越狱前，他已经想好了逃亡路线，就是从西藏逃往印度。可是临逃跑的前几天，听说西藏达赖喇嘛叛逃的事情，想到西藏军区必定严加管理，就决定更改路线，经云南昆明到达边境卤水县。
然后偷渡到缅甸，从安徽到云南这一路可遭了大罪。毕竟是逃犯身份，走的全是没人走的路，吃也是野果泉水，全靠过硬的身体素质熬到卤水线，决定放松放松，大摇大摆进到食堂里吃饭，吃完又去理发店理发。可他没想到的是，他之前看过的地图在建国后经过双边谈判已经改版了，现在的他其实已经到了边境线上。边境线上的群众敏感性比较强，看到这么一个头发蓬乱、衣服又脏又破、形象半人半鬼的家伙，马上就举报给当地公安。于是徐宏慈在理发店被第2次逮捕，并被关押进卤水县看守所。有了2次脱逃的经验，徐宏慈已经驾轻就熟，看到看守所条件简陋，墙又是土坯垒成的，越狱的计划开始逐渐在脑中成熟。他找来一把不锈钢的勺子，不断地挖牢房的土墙，土太硬，他就往墙上撒小便，使其松软，挖出来的土就堆到床下。上帝视角看，这就没经验了。人家安迪是白天放风时把土撒到院子里，日复一日，终于把墙挖通了。他把手刚伸出去，就被外面的一把叉子插住了虎口。原来狱警早就发现了他堆在床下的土，就等着抓他现行。他被狠狠毒打了一顿。由于已是第3次越狱，数罪并罚。1959年，徐宏慈被判刑6年。丽江的大研农场管教王金如听说徐宏慈是医学生，觉得他可以解决当地缺少医生的问题，主动把他要了过来，对他也比较照顾，经常找他聊天谈心。不久后，王金如调往其他地方，徐宏慈面临的环境开始恶化。辗转被换了几个关押地点后，被安排到最苦最累的拉玛古铜矿。在这里，他遇到了另一个管教队长梁满启。梁满启为人忠厚，了解徐宏慈的经历后，恳切地跟他谈心，并表示对他以往的言行报以理解。随后把他安排到地质队工作，可以在矿区周围自由活动，与一般犯人明显在待遇上有所区别。徐宏慈很感动，此后6年间没再动过逃跑的念头。到了1965年，徐宏慈已经刑满，急切想回家，但当时的政策却不让他回上海。着急之下，他与监狱领导争执几句，被认定为态度恶劣，不批准释放，继续留场。所谓留场人员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一种人群，即刑满释放后继续留在劳改农场从事劳动的人。当然与在押犯还是不同的，可以偶尔上街买点东西，每个月也有少量工资，还有独立睡觉的地方。只是这是负责管理他的管教，已经不是梁满启，而是换成了一个叫穆世勤的人。穆世勤为人比较刻薄，徐宏慈认为自己已经刑满，不是犯人，也不太服从他的管理，两人之间长期矛盾，为后来徐宏慈再次入狱埋下了伏笔。1966年，文革爆发，穆世勤举报徐宏慈表现很差，他自然被列入运动对象。随着运动不断升级，他再次被重判20年徒刑，就连以往已经被处罚过的越狱也重新算在这次的罪状里。这样的处罚决定既不讲道理，也对他是个无情的打击，让他觉得再怎么好好改造也是没用的。判决那天，他被押到丽江民主广场的万人公判大会上，五花大绑，游街示众，甚至被踢打，被枪托砸。多年后他回忆说，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。1969年，他被转入丽江507农机厂，这里实际是一个关押重刑犯的监狱。监狱长李光荣早听说徐宏慈有过3次越狱，对他格外小心防范。徐宏慈面对身边这些重刑犯也想处好关系，少挨欺负，就把以往学医时的化学生物知识拿出来，叫犯人用白酒去除鞋子异味，用醋软化毛巾，还经常帮人写家信出主意。那个年代犯人中知识分子很少，时间长了，在犯人中居然树立了一定的威望。监狱长由此更是把他视为眼中钉，逐渐萌生了除去他的想法。一晃3年过去，1972年的一天，有个消息灵通的犯人悄悄告诉徐宏慈，监狱长想给你安上组织暴动的罪名，把你置于死地。徐宏慈吃惊之下，再次生出了逃跑的想法。徐宏慈写的一首漂亮的仿宋体，他用肥皂精雕细刻了一枚图章，上刻云南省云县革命委员会。
趁给办公室打扫卫生，把印泥藏在指甲中带回监舍，制作了3张介绍信，上面写着兹由徐宏慈从某地至某地探亲，特此证明的字样，再盖上公章，这样逃跑计划的第1步就算完成了。第2步是工具袋，里面装着粮票、干粮、小刀和用烟头浸泡过的药水。他想好了，如果被抓就和这个自决。同时还有一把可以拆卸的梯子，分散放在不同角落，需要之时可以随时用绳子组装起来，帮他越过监狱的高墙。万事虽然具备，但越狱谈何容易。作为关押重刑犯的507厂戒备森严，不但有高墙电网，还有机关枪架在墙上，怎么逃跑？只有等待一个停电的晚上。停电看似难以预测，实际在当年是有规律可循的。尤其到了夏天，用电量激增，为保证工业用电，监狱常常要做出让步。8月7号一早，机会终于来了。为保证一个小化肥厂开工，监狱宣布今日停电1天。徐宏慈把所有东西准备妥当，时间定在晚9点和早6点的2次点名之间。当晚点名后，他用衣服和杂物卷成人形塞在被子中，伪装人在睡觉的假象悄悄溜了出来。这时发现梯子比墙短了1截，一筹莫展之际，忽然发现不远处竟然多出2根扁担。徐宏慈觉得简直天助我也，顺利翻过墙到达前公车间，拿到白天藏在此处的袋子，然后如图所示，在柳树旁翻越高墙上已经停电的电网，逃进苹果园，撒开脚步向南方奔逃。靠着出色的身体素质，一夜疾行30公里后，他停下了脚步。这次计划是先到四川，再逃回上海。茫茫的金沙江群山遍布原始森林，迷路是眼下要解决的首要问题。这时就看出知识的重要性了。他用一根木棍对着阳光插入地面，把手表时针对着木棍阴影的方向，12点和1点之间有一条中分线。只要在北半球，中分线就是指向南方。沿着金沙江走，渴了喝江水，饿了就捕捉一些颜色不鲜艳、看来无毒的昆虫，用水煮了吃。为了防止生火的烟雾引人注意，他在树冠较密的大树下，在树根之间挖十字槽当灶台。十字槽形成的穿堂风可以提供充分氧气，又不会起烟雾。但此时竟真的遇到几个巡山的民兵，见他可疑，好一番盘问。多亏有了那几封事先伪造的介绍信，他才侥幸蒙混过关。此时的监狱早就乱成一锅粥，监狱长李光荣更是打死不信徐宏慈居然能逃。恼羞成怒下，他组织丽江地区的民兵开始地毯式搜索。如果那几个民兵是接到命令后才发现徐宏慈，那么他一定是在劫难逃的。不过他也知道行踪已经暴露，必须加快逃跑的步伐了。恰逢雨季金沙江水位暴涨，江边的农民劝他千万不要冒险，但徐宏慈牙一咬，心想反正都是死，毅然跳进水中开始渡江。水越来越深，超过胸部的时候，他觉得自己可能要完了，于是闭上眼睛，回想短暂又漫长的一生，那个出卖自己的女友，还有妈妈。对不起妈妈，我没法给您尽孝了。万念俱灰之际，脚突然触到硬硬的地面，他欣喜若狂。上岸后疾步向四川方向而去。14天后到达四川火车站，坐火车再度回到上海。母亲老泪纵横说，你真是个男人，娘佩服你。不过有了上次的教训，母子2人都知道不能藏在家里了。母亲把家里仅有的100块钱塞给徐宏慈，他继续北上，在1个月后到达了中蒙边境的2连浩特。这次越境他简直有如神助。正常情况下是基本不可能的，因为不但有雷达，还有亮如白昼的探照灯。但匪夷所思的是，当他走近时，探照灯竟然熄灭了。他沿岗楼的底线跑，那里又恰恰是雷达的盲区。当然，这些都是多年后有个边防战士告诉他的，这种几年才能碰到一次的断电。除了归结于徐宏慈的运气，似乎再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释。那一天是1972年9月10日，农历8月初3，他的运气还没有结束。走进蒙古边防站，面对这个蓬头垢面的不速之客，蒙古边防兵也吃了一惊。徐宏慈心里唯一的担心是，他们会不会把我遣返回去？
凑巧的是，9月1日，蒙古刚刚颁布新的法律，凡是越境的必须先经过审判，不能马上遣返。之前说过，徐宏慈精通俄语，也派上了用场。因为此时的蒙古算是苏联的仆从国，所以与当地人沟通时，徐宏慈没有什么障碍，很流利地讲述了自己的命运，令蒙古方面产生了同情。蒙古虽然有人怀疑他可能是间谍，但在亲眼目睹他刻公章的手艺和查阅1957年8月2日人民日报上的确有批判徐宏慈的文章，终于相信了他的话。徐宏慈提出借道蒙古去苏联的想法，此举遭到蒙古法官断然拒绝。法官声称，我们蒙古也是主权国家，又不是你进出苏联的通道，并在大怒之下以偷渡罪判处徐宏慈有期徒刑1年，随后关入蒙古国中哈拉监狱。这里虽然环境严酷，气温常年-40度，而且狱友多不懂俄语，只懂蒙语，沟通上也十分困难。但好在不像云南监狱那般时刻担心有生命危险，徐宏慈反而感到很高兴。1973年出狱时，他不但熟练掌握了蒙古语，居然还领到一笔工资，而且他还意外地收获到属于自己的爱情。原因是在监狱时，虽然徐宏慈身高1.8米，但在蒙古大汉眼中却是小个头，经常挨欺负。后来凭着天生不服输不怕事的韧劲，才勉强站住脚，不过也为此付出了代价。数次斗殴中，他的肋骨被打断了2根。出狱后流落在蒙古的徐宏慈旧伤经常隐隐作痛，只好去找医生看病。1974年，他在首都乌兰巴托的医院遇见一位名叫奥勇的姑娘，当时他已经40多岁，奥勇却只有21岁，年龄上相差了几乎1代人。但不得不承认缘分的奇妙，奥勇就是喜欢这位有头脑有文化的大哥哥。二人很快走到一起，并在蒙古腹地的杭盖省开始打造自己温暖的小家。此后几年，他们先后有了2个儿子。徐宏慈什么工作都做，把小家也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只是他心里始终挂念着祖国和家乡的老母亲。奥勇问他为什么经常出神时，他对妻子说：“我的特长无法发挥，理想和抱负也全部破灭，但我还是想回到生我养我的地方。”奥勇望着丈夫噙满泪水的眼睛，也默然表示理解。就这样，1979年，敏感捕捉到中国变化的徐宏慈开始与母亲通信。母亲在家乡为他奔走平反的同时，陆续传来文革结束、粉碎4人帮的消息。1981年冬天，徐宏慈得到上海第一学院和上海公安局的平反通知，只是离回国还差关键一步。此时他仍然是云南监狱的越狱犯，这笔账终究是要算的。徐宏慈不甘心，继续写信四处求援，引起当年华东局的2位老领导关注。这2个人，一个是乔石，一个是黄新白，时任国家教育部副部长。在他们亲自过问下，1982年6月，徐宏慈终于得到云南方面的平反。徐宏慈回忆这一刻时说，1982年6月29日，正值夏季的蒙古大草原突降暴雪，他和妻子相拥而泣。当年10月，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给他写信，宣布恢复徐宏慈中国国籍，并让他来大使馆领护照。这件事也并非一帆风顺，因为对于地广人稀的蒙古国来说，每一户人口都是重要的战略资源。他们不但不愿意放徐宏慈回家，还抢着承诺愿意颁发给他蒙古国护照。徐宏慈最终在妻子的协助下硬闯使馆，蒙古方面才极不情愿地同意他回国。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只能他自己走，妻子孩子则无法同行。奥勇虽然担心他一去不复返，仍深明大义地对徐宏慈说：“去吧，你妈妈在哪儿？”就这样，流亡11年后，徐宏慈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。那是1983年，整个胡同的老人都来迎接他的回归，每个人都流下了眼泪。从1958年入狱至今，徐宏慈终于第一次和母亲同桌吃饭，2人一直聊到深夜都不感到疲倦。母亲抚摸着奥勇和小孙子的照片，总有说不完的话。1984年，在蒙古国最高元首的过问下，徐宏慈才把妻儿3人接回上海，组织把他安排到上海石化总教育中心担任高级教师。妻子奥勇在当地安排了护士工作，一家人团圆之后安定了下来。2008年4月14日，徐宏慈所在单位
给他颁发了老干部离休证书。然而在拿到离休证的第3天，徐宏慈就因癌症引发呼吸衰竭去世。3个月后，得到关于徐宏慈同志享受狙击待遇的批复。然而此时，这位中国的安妮·杜夫伦已经在平静中走完了自己苦难又丰富的一生。从徐宏慈先生的故事，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总结：他和小说主角安迪·杜夫伦一样，受益于良好而扎实的教育。人在逆境时，要充分团结和自己处境相同的人，还有绝不能背弃人与人之间的道义，要保持为人的正直和善良。当然，按世俗的标准，徐宏慈这一生也许没有什么贡献和发明创造，没有积累下多少物质财富，从某种角度来说算不上一个成功人士。但对他个人而言，保持了自己人格的完整，昭示了精神不屈不挠的倔强，维护了一个平凡生命的尊严。他的故事有激励人心的力量，令人觉得再没有什么苦难可以将自己击倒。他的生命在另一个维度上企及了一种神圣庄严的意义，这也许才是他令人佩服的真正原因吧。